现在新加坡这边真的要做才有的，而且你老人家做工啊，有些老板不喜欢呢，怎么来一个半老不死，有气没力的。你会怕死吗？我不怕死，一倒下去只欠一样东西，欠什么？一副棺材了。我不可以走进去的嘛。按不价应该那个第二了，他还没有追老婆啊。你要大大这个声讲这个。哦这个不要跟人家讲。正在看视频的你今年几岁？身边又有多少亲友已经65岁了呢？根据联合国定义，一个国家有21%人口达到65岁以上，就属于超老龄化社会。而新加坡预计在2026年成为一个超老龄化社会。今年啊，我已经78岁，我明年就70岁了。应该是74吧。你几岁了？哦，78。新加坡现在不死的，就是差不多70、80岁的了。联合早报来到牛车水，问问这些乐龄安迪安哥有什么烦恼。烦恼是没有人陪嘛，自己老了哪里有朋友？朋友老的过世了，有的不可以走了，有的痴呆了，对不对？朋友也拍拍早10多年就过世了。有孩子吗？孩子每个有家庭养个，好像你可以吗？那天陪你爸爸妈妈也不可以，一个星期1天都很难了，不要讲他们。每个都要工作，见面少，对不对？而且我有空，他没空，是不是？我没空，他有空，就这个问题嘛。他赶不到时间啊。对啦，所以肯定嘛，所以是我们2个偶尔相约出来吃早餐啊，走走这样啊。好像我现在吃好了回家休息，等一下有空就去女儿的家，还是去儿子的家，看看一下孙子这样啊。哇，老师是这样啊。有节目啦。不然你每次在家里不可以的。是了。因为变成老人痴呆。即将退休的乐龄人士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做我的 hobbies 了，所以我可以可能会有比较多时间去准备。他们也可以为自己说，可能我的 hobby 我要去让它更加的发展，还是有些人会觉得，可能现在我要开始教其他人learn how to 做这些不同的 hobby， 那个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为社会还有做出不同的贡献的不同的方式。很贵，全部都取消。因为我们当年做小生意的时候，不想到 CPF 是很好，没有报 CPF， 以为说我们现钱放在口袋很好，没有报 CPF， 所以损失很大。不过还可以啦，我们只要健康，好像少一点费用没问题的。美女是不是不够？因为开刀嘛，开上了3次刀了。费用很多，担心是有一点点啊。不过政府也是说，没有看我们这样啊，他一定有办法帮我们啊，是这样的。我们年纪这么老了，我的伴也是还在做工哎，也是做不到嘞，各忙各的啦，各忙各的。老人都要做啦，不做不可以。现在新加坡这边真的要做才有的，而且你老人家做工啊，有些老板不喜欢呢，怎么来一个半老不死，有气没力的。从差不多60多岁到我们的人生最尾端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就觉得我的人生就这样就过去了，我好像没有做出其他比我自己更大的一些贡献。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他们说很有空啦，很多时间，必须的好好的去规划，才会有让自己觉得我可以让我这个有空的时间有一些正面的影响。我从来不拿孩子的钱。为什么不拿孩子的？他们赚钱都难了，他们也要养家啦。他们要孩子，要物质，要什么？最担心的是你们的健康。外面油炸，尤其是年轻人吃那种油炸啦、熬夜啦，对他们的健康是不好。
按部价应该就那个第二了，他还没有娶老婆啊。你要大大声这个讲这个。这个不要跟人家讲。单身的会单身了，那个第二的啦，他现在都还没有娶老婆了。哎呀，急不来啦，对呀、那你担心什么？担心那以后我们不在了，他怎么办？一个人。我先生就身体不好了，他就是跌倒，现在他还要坐轮椅。我暂时还没有很多健康很大的问题，还感谢真的。我身体还好，什么胆固醇啊这些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血压高因为血压高是逃不了，我们家族。我脑子健康啦，老了是这样咯。是啊，对啦。有什么最大的病是你很担心的？因为我是做小贩的，小贩早出晚归，3点去3点回，身体骨骼受伤了。你会怕死吗？我不怕死哦，我的身后事已经安排好了。你很早就安排好了吗？5年前。什么授权书，什么书，政府叫我们做什么我都做了，也倒下去，只欠一样东西。欠什么？一副棺材了。我不可以走进去的嘛。在我们的社区走的时候，如果有注意到身边有一些老人可能比较孤零零的都可以踏出我们自己的舒适地带去认识他们，比如说笑笑一下啦，还是打个招呼啦，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没有被整个社会忽视掉，我们还是有把他们当作是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